树上产卵的蝉却从地上出来，究竟是何原因？它们为啥总在夏天叫？你能想象吗？我们常见的蝉是在树上产卵的，但是长大以后，它们却是直接从地上飞出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蝉我们又叫做知了，主要喜欢生活在温带气候的区域，所以在我国分布的十分广泛。很多人小时候都听过知了叫，甚至抓来玩过。我们经常听见的知了叫一般都是在草丛里或者是树上，跟别的昆虫不一样，知了是完全依靠树干和地底下生存繁衍的，甚至连自己的后代也是直接生下来交给树干养活。到了繁殖的季节，雌蝉和雄蝉交配以后，雌蝉一旦交配成功就会开始产卵，你敢信吗？一只雌蝉就能产800到1000颗左右的卵。每到要产卵的时候，雌蝉就会到处物色树干，选好心仪产房。雌蝉会先用产卵器把树皮划破，再把自己插入到木头深处，然后把卵放心的生产到里面。要知道，蝉在成卵阶段主要就是靠吸收树干的营养来生存的，所以产在树干里面的卵会在原来的位置待上一段时间，一直等到周围树干的营养吸收消耗完以后，才会变成蝉蚁，长得跟蚂蚁很像。这个阶段的蝉蚁就会离开树屋，跟着飘散的树叶落地，一落到地上并不会选择去探索世界，而是直接一头钻进土壤里进行暗无天日的地下生活。钻进地下的蝉蚁到底有何任务呢？难道是为了冬眠？其实不然，这个时候的蝉蚁选择地底生活是长时间进化而来的结果。蝉蚁会在地下度过特别漫长的一段时间，少的有3-5年，多的甚至能到17年。刚到地下的蝉蚁前肢和身体都不发达，没办法挖很深的洞把自己藏起来，就会先凭借自己瘦弱的身份挤进土壤里，找到一些植物的根部吸收营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慢慢长大的蝉蚁会不停地打洞，简直可以说是生命不息，打洞不止了。蝉蚁的洞能一直到3米深，再勤奋一点的甚至会钻得更深，可以说是十分的惜命了。在地底下生活上几年以后，蝉幼虫会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冲出土地，迅速地爬到树上，确定安全以后的蝉虫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蜕皮，真正意义上蜕变成成蝉。真正成蝉以后的它们就能享受五彩斑斓的世界了吗？当然不是，只要是蜕变成功的蝉活着都只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繁衍。夏天我们经常听到的蝉鸣就是成年的蝉在求偶，然后进行交配产卵繁衍后代。要知道，经过几年暗无天日的地底生活以后，回到地上的它们最多也就只有短短3个月的生命。蝉在地面不能生存吗？为什么总喜欢选择潜伏在地底下？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幼虫体型很小又很脆弱，钻进地下这个天然的庇护所里，既可以躲避天敌的捕食，也可以避免因为风吹雨打成活不了。另一方面，因为习惯在夏天交配产卵的蝉群，在其他寒冷的季节和天气下要想生长，不被冻死，最好的选择就是钻到地下。毕竟秋季树上结的霜就能把幼虫给冻死，所以蝉漫长的前半生选择在地底度过是十分明智的决定。不得不说的是，蝉群也十分的卷，竞争很激烈。夏天让我们恼火的此起彼伏的蝉鸣声就是雄蝉发出的。这个时候的蝉时间紧任务虫，作为季节性的昆虫，交配必须稳、准、快。雄蝉的叫声越响亮，吸引的雌蝉也就越多，交配的几率也越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雄蝉的发声器在腹部，主要是靠震动腹部的鼓膜发出声音，也可以说是胸腔共鸣的一种了，所以听上去声音十分的响亮。而被吸引的雌蝉恰恰相反，根本就没有发声的工具。雌蝉因为这一点还得了个哑巴蝉的外号。在经济高速发展，到处都是钢筋水泥的今天，蝉鸣声虽然很罕见了，但是蝉的身影可并不陌生，很多的烧烤摊上都有出现。作为一种高蛋白的食物，蝉虽然长相奇特，但口感还是很不错的，有不少人都喜欢吃。古代人也喜欢蝉，但跟现在爱吃蝉不一样，古人赞颂的是蝉宁鸣叫而死，不怒而生的品格。对蝉你怎么看呢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